小袁，今天怎么来这么早？你过来，我跟你说点事儿。你稍等一下啊。20强名单出了。哦，我看了，没有我。我知道大家可能会对部分选手的比赛结果迟疑，所以我们专业评委的评分最后呢也是会拿出来公示的。我们很尊重大家的意见，30%的最后的比赛结果是来自于网络的，但这毕竟是一个专业的比赛，所以专业评委的他们的意见，我们也会充分的去尊重。那对于热门选手江小媛没能晋级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哦，江小媛，她好像是第21名是吧？对，好遗憾呀，就差一点点。确实，她挺聪明的，而且也很懂得比赛的策略，会博人眼球。但是我们这毕竟是一个专业类的比赛，有业内的标准。光会耍小聪明肯定是不行的。现在的情况很不妙，范晓晓公布了专业评审的打分，至少在程序上就不存在所谓的黑幕了。我就知道他会这么做。对不起啊，让你白忙活一场。你道什么歉啊？没有你，他一样会针对我。可惜了，20强之后就会录制真人秀。我原本想着你能录上1场也行，没想到这么快。那是因为他怕我们一旦有了曝光的机会就能翻身。要是我也能参赛的话，说不定能夺冠呢。江小媛，我有个问题很好奇，你哪来那么多自信？大哥，有绝世好导师天天在旁边指导，就这么自信，不行吗？行。别灰心，我再想想办法。确实是范总那边的意思，要让江小媛出局。应该是他们星河今年也安排了自己人参赛，怕被抢了风头。有没有可能设置复活赛？不用你说，早跟上面提过了，上面总会回复的。搞复活赛，要么是有人能够提供资源置换，要么就是选手自带流量，否则平台凭什么出面去跟范总谈判？吃力又不讨好。小袁现在的话题度不行吗？差远了。一个新人美妆博主能有多少粉丝？更何况，舆论风向早就偏向范总那边了。不好意思啊，这次师兄也帮不上忙了。我算是看明白了，他们就是怕我红，红了之后就会彻底脱离他们的掌控。关注你的人越多，他就越不好对你下手。有些秘密到时候就藏不住了。江小姐，看来你没有听进我的忠告啊。齐总，我个人的事情不需要你管。你糊涂啊！被这个女人骗一次还不够，还上赶着替她卖命。我们齐家是不会让这样的女人进门的。齐总，都什么年代了，您门第观念还这么重呢？再说了，我能不能进齐家的门，好像您说了也不算吧？你怎么跟我说话呢？我是祁连的父亲，你看见了吗？
他怎么跟我说话的？要想获得别人的尊重，首先您得是一名称职的父亲。祁连最需要人关爱的时候，您这位父亲在哪儿呢？还是等他肯认您了，我再把您当长辈吧。咱们走吧。唉，气死人了！白跑一趟不说，还多得罪了个资方，这下是真没可能继续参赛了。以后还有机会，我相信上天不会辜负努力的人。对，现在工作室的订单也变多了，即便不靠参赛曝光，我们也可以稳定发展。将来我还可以考一个高级证出来。那句话是怎么说来着？要想得到一样东西，首先要让自己配得上它。哎，我刚才对你爸会不会太过了？不会。可是，他肯定不会让我进你们祁家的门啊。大不了，就我进你们江家的门。上门女婿，收吗？你可想清楚啊，很亏的。不亏，以后你就是一家之主了，记得罩着我。好，罩着你。小袁，小袁，醒醒，快回去睡吧啊！我们现在是在创业，又不是在搏命，累坏了身体可怎么办？快醒醒！走，回去睡。小袁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有点低血糖。低血糖？症状怎么又出现了？我以为我已经克服过去了。小袁，你先吃颗糖。小袁，你这脖子上怎么有个疤啊？以前是做过什么手术吗？没有吧？什么没有啊？一天到晚稀里糊涂的，自己有没有疤都不知道。这样吧，我给你放2天假，你回去好好休息休息。那咱们店的营收怎么办？我这个做老板都没计较 KPI， 你瞎操什么心啊？赶紧回去睡觉。到时候要是生病了，我去哪找这么卖力的员工啊？走吧，我扶你。啊，让我再歇一会儿吧。你是不是之前脑部做过什么植入手术啊？那个脖子后面有块芯片了。芯片？从你近期的症状来看，比如说四肢痉挛、看到幻影，很大程度上跟这个手术有关。我还是建议啊，你还是到以前给你做手术的这个医院去问一问。那您能
看出来我这个手术是什么时候做的吗？从这个刀口来看呢，应该快1年了。你们医院能帮我取出来吗？这个手术的风险比较大，很大概率啊会对你这个神经造成损害。但是如果不取出来的话呢，很有可能还是会对你这个神经系统造成损伤。我还是建议啊，你还是到你以前那个医院去问问吧，毕竟我们对芯片的植入状况也不是很了解。芯片这件事，祁连为什么没有告诉我？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上次我住院，你让我留院观察2天，就是因为这个芯片吧？你都说好了，什么都不瞒我的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没告诉你是担心你害怕。其实它不影响你生活的。影响的，医生说了，取出来会有影响。不取出来也会有危险，我不想像霍伯宇那样。别哭了，我已经找到这块芯片的研发公司了，可以安全取出来的，真的没事儿。好吧，现在除了相信你也没有别的办法。那，开心点儿。你又把我当小孩儿。你不就是小孩吗？走吧，送你回去。如果你还满意的话，下次可以再来。好的。稍等我一下，小袁，你怎么才回来？你怎么了？哦，没事。好，等你的。你好。你好，我是国际美妆的总经理。我非常喜欢您参赛的春日新娘主题作品，可否方便谈谈合作？啊，好，您坐。祁连，你托我找的那些参与灯塔系统研发的其他研究员有回复了。这么多年了，他们都各自去了不同的实验室，花了我不少的功夫才找到啊。那他们还记得当初的试验者都有谁吗？记得。当年参与实验的总共就2个人，一个就是你，祁连，你就是灯塔系统的1号实验者。难怪当初你会说自己是诺亚的朋友。那另外一个呢？就是范晓晓，难怪他知道的这么多。但我在实验结束之后，根本不记得明光实验室跟灯塔系统。为什么范晓晓还会记得？只有一种可能，他的实验失败了，记忆没有被彻底的覆盖，
还留下了一点后遗症。而且诺亚应该就是因为他，才认定灯塔系统存在一定缺陷，所以向总部申请了芯片，打算在下一次系统升级时使用。我猜他是想治好范小小的。是啊，没想到明光实验室突然就倒闭了。范小小提出收购明光实验室，而且还跟诺亚发生了几次争执，恐怕诺亚的死跟范小小也脱不了干系。难道范小小是担心自己的后遗症得不到医治，所以才偷了灯塔系统？诺亚当然不会放任他不管的，何况合同上写的明明白白，责任方是明光实验室，他们只是资金遇到了问题，需要点时间去解决。范小小应该是不相信诺亚了。他看到明光实验室打包了所有的仪器，准备迁走，就以为自己被放弃了。我不知道他具体是怎么做的，但结果就是他杀死了诺亚，还调包了运输车上的睡眠舱，利用一场车祸毁尸灭迹，最后带着灯塔系统躲了起来。这个女人疯了。可就算她拿到灯塔系统，又能做什么呢？一开始他是做不了什么，但随着他一步一步往上爬，慢慢有了钱和资源，再利用丈夫送给她的游戏公司，以诺亚方舟的名义重启灯塔系统。她甚至还学了诺亚的做法，重新招来了2名试验者，给他们的大脑植入了芯片。事到如今，只能是报警了。刚才这些都是我们的推测，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。哎，对了，江小姐体内的芯片就是一项有力的证据啊。这款芯片在出厂的时候都会被刻上编码，每一块都是独一无二的。从什么渠道、由谁购买也都是有记录的呀。所以我们也要等一等。等江小姐体内的芯片可以取出了，我们就可以替诺亚报仇，将范小小绳之以法。只怕范小小也在等着拿到这块芯片。进来。江小媛凭借之前的作品跟我们的品牌方达成了合作，品牌方已经答应为江小媛开批复合同的。他可真有本事啊！那既然是品牌方的意思，我们是不是……我用得着你提醒吗？啊！对不起。抱歉，我最近不知道为什么，老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。抱歉。没关系的，范总。范总，没事没事没事。您是又头疼了吗？你先出去吧，我自己待会儿。范总，您每一次进入灯塔系统改写记忆，都会遭遇临界点，
过不去，您又会借助灯塔系统再次改写记忆，这样循环往复，都已经7次了，您的身体也到了一个极限。要是再这样下去的话，您的整个神经系统也会崩溃的。这么多年，我花了这么多钱让你们升级系统，我等的就是这种答案呢，啊？我要你的解决方案。如果我们能尽快的找到一个成功实验体的数据的话，也就是江小媛脑部芯片，我想应该能够完成升级。不能再等了，要尽快取出江小媛的芯片。要是等她参加决赛，获得更多的关注度和曝光度，就很难下手了。20强决赛的录制将在7天后正式开启，届时请选手自带1名化妆助理，共同完成任务。请助理要不少钱吧？我一个人去得了呗。别人都有2个人，你就1个人，不怕输在起跑线上？他做那活我也能做，能省则省呗。抠死你得了！我就抠。喂，祁连。喂，范总想见你。让他死了这条心吧。蒋先生，范总割腕了。你为什么要离开我？为什么要来到他的世界？江小姐，您再不回来，总裁会生气。许特主，你在我们的世界已经成为了可以呼风唤雨的小公主，而现在的世界，您连生存下去都是问题。您还在留恋些什么？江小姐，您应该回来，你必须回来。回来！他怎么样了？医生说只是低血糖，但我们都清楚，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白先生，你不是说芯片绝对安全的吗？为什么他现在的状况越来越差，连正常生活都开始受到影响了？芯片本身一定是安全的，我可以保证。它的作用只是记录数据。江小姐最近是不是开始看到一些幻觉了，或是偶尔有头痛、耳鸣、四肢不受控的情况？是，我都不敢问她是第几次了。我怕问了，她反而会更害怕。我跟她说过，只要芯片取出来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可现在连我自己都不知道，最后到底会变成怎么样。据我所知，这可能是灯塔系统实验者的正常现象吧？正常现象？上一个在我面前的实验者他已经死了。你别激动，别激动。灯塔系统可以给人创造梦境，改写最痛苦的记忆，但实验者终归还是要回归现实的。人的大脑呢，也会本能地对外力做出抵抗。当这两种力量到达某个临界点的时候，就会出现我说的那些症状。不管是你还是范潇潇，都经历过这个阶段。那诺亚当初是怎么帮我度过这个阶段的？你们设计实验难道没有应对方案吗？抱歉，诺亚也是经过实验才观察到这个现象的。当初他给不了你们任何技术上的支持，应该是你自己克服了这个临界点。那范晓晓呢？她的实验结果是失败，是不是也和这个临界点有关？恐怕是的。所以小袁现在的实验结果，都还只是未知数，对吗？那现在就没有任何我可以为他做的事情了吗？真的很抱歉，我记得诺亚曾经说过一句话：“天助自助者。”祁连，醒了？头还疼吗？医生说你太忙了，有点低血糖。你这么一说，我好像突然有点饿了。等着。特意买了2个你喜欢吃的菜，结果一回来，你就倒在地上了。
我发个朋友圈纪念一下。那个，明天咱俩去约会呗。认识这么久了，还没有正式约过会呢。好。为什么觉得下有点辣？我想骑自行车，我还想放风筝。无助的时候，嘿，还有我 ，Say hello， 我想你模糊轮廓，慢慢靠近的我，每个角落，现在沉睡中醒来。等待着你很久 I could just go anywhere with you Cause you are my favorite thing to do 像月光落在手中像流星铺满心中 I could just go anywhere with you You are my favorite thing to do 你会不会的给我深藏的脆弱三世集团江秀媛，初次见面请多关照。请多关照。你的自我介绍呢？祁连，自媒体人，有幸能与江娜小姐共进晚餐，荣幸之至。自媒体人啊，我从不跟无名之辈吃饭的。虽然是无名之辈，我愿奉上一颗忠心，献给公主殿下。我今天好看吗？你在我眼里，早就像星辰一样耀眼。那你会永远记得我的，对吗？
时间重置，还敢？我祁连，不要哭好不好？你哭了我会更难受的。身不由己的事情就交给命运吧，至少这一刻我们是在一起的。祁连，祁连，我会永远爱你的。你别哭了。从不愿看低我渺小的挣扎。我也会永远爱你的。你别哭，我们都不哭了，好吗？